一块普通的猪肉成就了经典中的经典，山西国宴名菜海参过油肉。首先庖丁解猪，一取猪肘，二取棒骨，一定是在这茫茫肉海里边找到这块过油肉里边的经典部位元宝肉，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每一刀都得是讲究。这条腿 how much？300多。夏叔是花了血本啊，但是夏叔还是愿意做得更加的细致，让大家直白的了解经典名菜的前前后后，让大家学到、听到、记到，这才是夏叔的初衷。发好的海参一切为二，横劈成片。其实啊，在我们山西呢，这个过油肉它也分成4大主流流派。那我们今天成就的就是这4大流派之首太原的。第一步，咱们要汆烫玉兰片，在我们专业术语里边称它为君子菜，它跟谁在一起，就会跟谁形成一种完美的味道交融。汤锅沸腾以后，菠菜杆儿，存放时间不要太长，保留最完美的味道。做海参过油肉，因为是要缩短烹调过程和烹调时间，这个碗芡儿也是我们必不可少。开做热锅凉油很重要，炒一下凉油烟机都没有，等会全屋子油烟味儿。这不是有方太隐形油烟机外八吗？灵凤全隐才显得咱们厨房整洁又好看呢。做菜呀，一挥手就启动，吸油烟的范围特别广，哪怕是往周边跑的油烟也能抓住吸走，风速、控烟、排烟强的没话说。你这身上就果真一点油烟味没有哎。方太的这个智慧厨房专家可不是白叫的，而且啊，用的时候声音很小，以后就不用再扯着嗓子喊你帮忙了，就这隐身、隐味、隐音3隐合一，才对得起它那隐形呢。怪不得方太燕叫连续10年销量第1呢。那是奔这功能，我得来一台。我有一台。油温咱们是5成热的时候下油锅，肉片在锅里边时间不能超过15秒，这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的一道菜。不用刷锅，葱姜不煸不香。山西老陈醋烹锅边过油肉，回锅快速的旺火爆炒，碗芡入锅，锅边醋，这是我们山西正宗道地的老味道。海参过油肉开涮，一口就能让你和苏轼隔空对话的宋氏绝响蟹酿成。今年的蟹酿成与众不同，一定得是鲜活肥美的松叶蟹，这个蟹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先把螃蟹给它冻晕，这才能锁住螃蟹的鲜。蒸蟹的水也是大有讲究，盖上锅盖，咱们大火蒸它15分钟，一边蒸蟹一边咱们雕成。做我们国宴的准备过程，那就得是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每一招每一式每一举每一动，都关乎着这道菜肴的最终成型。雕好了，直接开始炸工程。冰水一泡，先上夹，先我剪我掰。每次到了这个拆肉的环节，哎呀，我的天哪！鲜甜的蟹肉，多汁的口感扑鼻而来，累死我了。你这蟹都没蟹黄，不正宗。没蟹黄，一会儿蟹黄这就来。当，没错。胡萝卜、土豆轻轻的拍碾，蟹黄、蟹膏都到位了，上锅正式的炒蟹。要想蟹鲜，姜来帮，姜蓉出香，蟹黄、蟹膏炒的完美相融，香味出显的时候，蟹腿肉、蟹肉，我这算造假吗？这冒牌。什么叫冒牌的呀？这是传统的素蟹肉素高汤，让鲜美的蟹肉香味逐步的融散出来，少撒一点点的盐，调出了真正的鲜，香香的、浓浓的。炒锅再上火，就像是炒素蟹一样的步骤，慢炒补水。这道蟹酿成呢，是源自于我们宋代的山家清供，也荣登了我们 G20峰会上的国宴名菜。前面的诸多准备都是为了这最后一抹惊艳。宋式美学再现夏叔厨房，蒸蟹的水也不是一般的水，一定是放上杭白菊，菊花的香味会点燃蟹酿成香。这螃蟹可是大寒，古人这么吃，他没事吗？古人都智慧着呢，他们一般都会配上紫苏饮。总人公就曾说紫苏为上，这个紫苏就是我们的紫苏饮。这么传奇的饮品，还原起来太麻烦了。那你试试菲利威尔的紫苏饮啊，它还原古法制作，配料表里只有水、紫苏汁儿、冰糖、陈皮萃取液、甘草萃取液、柠檬原汁。你看这个古宋很带色的水，就是紫苏遇到柠檬汁儿的自然变色。现在秋夏交替，忽冷忽热，就应该多喝这个。大名鼎鼎的花青素作用不用我都说了吧？肉门前，快把这蟹酿成拿出来，咱们御膳配香饮，完美的蟹香橙香融于一体，国宴蟹酿成。开涮！致敬抗日前辈，致敬老兵，致敬最可爱的人。证实咱们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周年，夏叔也希望在夏叔厨房做一个只有打了胜仗才能吃到的小米油渣炒土豆丝儿。
土豆咱们切成丝儿，就这3样简单食材，它能够出现什么样忆苦思甜的味道？直接上锅开做。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鬼子的飞机大炮，这也是夏叔当年呢和节目组一起来到了西柏坡刘邓大军129师的炊事部，我还有幸穿上了一身八路军军装，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好。真是在那个非常艰苦的年代，这些点点滴滴的营养品可能都能救活我们一个战士的生命。直接上锅熬猪油，取油渣。猪板油啊，咱们先给它焯水。当然，在我们抗战那个年代呢，这一步可能都不存在。生活好了，我们一定要把过去这些传统的菜肴变得更加的美味可口。锅做水，土豆微微的汆烫，夹起来以后，两边自然下垂，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稍微的往锅里边放点猪油、干花椒，深红色的时候就把它们捞出来，吃其味不见其形。夏叔管他们叫做无名英雄。其实像我们抗战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英雄前辈，他们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并不会消失在我们的记忆里。这些年呢，探访老兵和我们现在最可爱的人的这个步伐，夏叔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南昌，去和这个抗战的老英雄一起回忆过去，知道了很多当年的过往，知道了他们那个浴血奋战的年代出现的英雄事迹和点点滴滴。我们来到了刚从抗洪第一线回来的消防员指战官兵，给他们做出力所能及的好味道。幸福来之不易，我等真的应该珍惜。在未来，夏叔依然会把这个步伐继续迈下去。同志们，冲啊！肥肠吃到饱，味道还挺好。这个酱油肥肠你千万别错过，真简单，真好吃。做肥肠你们经常会说青山味道重，那是因为你没做好第一步。把肥肠翻起来以后，里外翻洗，一头往另外一头转，溜，相当的丝滑。这能好吃吗？能好吃吗？你把那妈蛋去了，就剩3个字，能好吃。这肥肠啊，一定得经过了淀粉的沾、盐的摩擦，才能充分的把上面这些粘液，天哪！剩下就是要用循环的清水，充分的给它清洗到位。酱油的泉水，咱们直接倒到锅里边，一定得是凉水下锅，去腥膻味道从这一步就完美开始。趁着肥肠不小心，一定要多加点白酒，放的夏叔肝都够，我口凉。肥肠在这水里边汆烫时间也不要太久，也就是2-3分钟。出热汤裹冰泉，不倒酱油非好汉，不吃肥肠真遗憾。直接上锅，葱姜蒜香菜根一定得多，下料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这里边分大小香料，小香料先下锅炒香、炒透、封藏入袋。小香料入包，大香料再次回锅，小火慢炒，释放出完美的浓香味道。干辣椒1大把，花椒、麻椒1大把，越煸越红，越煸越香。这就是我们正宗道地的酱油味道。其实我们这个酱油肥肠啊，所有的主料、配料、调料都是非常的家常，这也是我们江油人最淳朴的一面。高汤加进以后，调味味道其实已经完成了80%，稍微的来上几颗老冰糖，葱和珍藏的小酒，小料包一放，这香味儿没调，小火慢慢咕嘟它40分钟。此情此景，我想起了李白曾经对我们酱油肥肠的妙赞：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哎去，我的油白熬了。在我们武汉人的心目里，没有一碗热干面解决不了的事儿，实在不行3碗。今儿个夏叔就把这武汉热干面给你摆的明明白白的。第一步是什么呢？熬料油，独家秘方，再加上葱姜蒜的香，好味道就像是我们人生一样，慢慢的熬出来了，它自然就香了。是不是我特别有哲理啊？请叫我夏哲学家。这个时间段香味已经满满出来了，隔渣取油，滴滴香浓，回味绵长。煎炸好的香料放在这布兜里边。剩下就是武汉热干面的美丽麻酱，芝麻酱、花生酱在这一时刻完美融合，酱油4小勺，肉眼可见的变得黏腻。麻酱蟹这里边有讲究，必须是油蟹酱，慢慢的变得细腻丝滑。油香有了，开盖，汤香浓香的牛骨高汤，再加上煎炸的香辛料。在我们武汉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武汉热干面卖价不能超过5块，否则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故事？咱们在评论区里交流一下。味道调配好，牛肉汤香料香，就在这一时刻取汤。我的油白熬了，我的油可贵了，我的油啊！再来一次吧。
完事到位，上锅煮面。漂亮的碱水面，煮到70%熟，一定得是带着白心儿，根面条是劲道弹牙，迅速的开拌。简简单单的一碗面，承载了我们武汉人的一天。下属厨房，武汉热干面正式出摊儿，轻轻一烫，这热干面就可以装碗了。前期的艰辛准备，就为了这最后一抹香。然而，要不要搞一碗热干面撒？开涮！